朋友们，如果今天这期节目啊，前面这10分钟老茶呢就在这儿给你表演一个定格动画，然后呢给你来一句咩，你会作何感想？没错 ，Oh my god， 我的朋友们啊，牛来要来了，要来新加坡了。朋友们，今天这集啊，正在吃饭的朋友呢就先别看了。新加坡的某个电影公司，我们呢就不提名了啊，2003年成立的，他做了23年的发行。常年呢是把日本片和亚洲的片呢送进新马印飞跃，他这次拿下了牛来的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独家发行权，普通话、粤语、英语、韩语、日语、泰语6个版本，真牛！光这些版本的翻译啊就够他忙活了当然了，那个咩和妈妈除外。那首站呢就是我们新加坡，9月1号。关于这部2026年顶级烂片啊，各位大概已经被刷屏了不少了。老茶今天呢就只有一个态度啊，不推荐大家去浪费你的时间和你的钱。老茶知道肯定有朋友说那不行，你越劝我越上头，就是牛劲十足。那老茶今天呢就打算用这10几分钟啊来尝试一下挽救你的这10几块钱和你1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。至于那些想说要你管关你屁事的朋友们，现在呢就可以去买票了。但后面的节目呢，老茶还是建议你听听完。前2天网上传啊，说牛来在8月17号中国全国停止排片要下线了，那是假的。那张所谓的什么院线通知截图是伪造的，片子没下线。2026年的8月22日当天，我查了一下，票房累计3691万，还在涨，放映许可更是开到了9月4号。真正想把它下架的呢，就只有这部片的老家大连。理由是啊，发行方觉得丢了大连的脸。那确实啊，所以说呢，糊涂人里面自有明白人。各位，老茶和朋友讲这件事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朋友用了个比方，说早晨一部挤满人的电梯里，有个人呢释放了一下自己，他自己想啊，低着头就这么混过去，结果啊，有人就这么喊了一嗓子，就是他，大家快来看啊，就是他。一开始呢也没人搭理他，都纷纷避开。但后来啊，有人开始点评了，说这是个花样的释放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释放。于是啊，人们就坐不住了，开始聚过来围观。这下好，现在这个释放啊，被人装屏了，贴了标，还配了6个语种的说明书，还要准备出口了。全网现在给这件事的解释啊，叫神丑经济，叫黑红营销，叫越骂越火。但老茶看啊，这个解释啊，它主语搞反了。在中国的这第一轮啊，不是有人在卖丑，人家呢本来也就是想偷偷放一下，偷偷走掉，是人群自己冲上去抢的。这抢完之后呢，卖方资本才大量出现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一个东西呢拿出来卖，得有人摆摊，得有人定价，得有人收钱。牛来这前10天，全中国卖出的票不到300张，累计票房啊更是7705块人民币，也就是新币1500左右。当然啊，比老茶的节目呢是强多了。一部86分钟的片子啊，全中国不到300个人买票，它没有预告片，没有宣发，上映前呢就只有一张水墨画的概念海报，那个呢我们大家都看过了啊，还是货不对版的。这可不是营销失败，这是根本就没有营销这回事啊。所以这里呢本来呢是没有卖方的，但是各位，资本他不看美丑，他也不问当事人你愿不愿意，他只看3样东西。第一样呢是群众的注意力，搞到现在啊，这已经是现成的了，不用他掏钱去买。第二呢是当事人他没什么议价能力，他们越不会还手，资本收起来啊就越便宜。第3样呢是能轻松打包，打包的成本啊还很低，这就能出很多版本，能翻译很多语种，还能很快啊搞下一步。这3样凑齐啊，他就出手，跟片子好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老茶这里啊有一些样本啊，就当是防骗指南来分享给大家。2003年9月，旧金山美国偶像第3季的海选，一个伯克利的土木工程学生孔庆祥上台唱瑞奇马丁的 She Bounce， 唱得非常离谱。这一段曾经在2004年的1月15号那期给播出，他是那集呢最后一个出场的，全美国当天啊都记住他了。然后呢，同一年的4月6号 Coach Entertainment 给他出了个专辑，叫做 Inspiration 灵感。结果这专辑啊卖了20万张啊，美国独立厂排榜第1名。各位大家听清楚这个时间啊，1月15号播出，4月6号唱片就上架了，不到3个月，
唱片公司需要他会唱歌吗？不需要，他要的就是那3样：一、注意力，这是电视台白送的；二、他一个在校学生，没经纪人，也不会谈价；三、歌是翻唱的，配卡拉 OK 的伴奏，成本可以忽略不计。20万张专辑啊，没有一张是因为好听卖出去的。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不一样的啊，2003年美国有一部电影啊，叫做《房间》，一个叫 Tommy Wiseau 的人呢，他自己编、自己导、自己演，自己啊掏了600万美元。首映的那个周末票房不到2000块，600万拍的卖了2000，比牛来还惨。后来啊，他成了午夜场的邪典，一年放200场左右，累计3000万美元的收入啊。这两位放在一起，这么一对比，孔庆祥呢是被人拿出去卖了，威少呢是自己跟着跑，他没解释、没澄清，也没告谁，他自己上场了。直到今天，他还在跟着那200场跑，印钱答问、现场签名、扔橄榄球，顺手还卖自己的服装线，内衣袜子都有。所以各位，牛来那对母子曾经也站在这样一个岔路口上，而他们这次决定权呢，也不在他们手里，在推他们的人手里，也在买他们票的人手里。这条路是怎样的啊？我们最后再回头来说啊。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牛来，大家都在说真诚，母子2人做了5年。老查呢不跟风评价他们真不真诚啊，老查这里只看见一件事：5年前是2021年，2021年的人能不能交出1990年的动画效果啊？有人说能，牛来就是啊。所以有些话已经不是没有底线啊，是18层的地板啊都不够他掉的。然后呢，老查这2天啊，在中国国内的各大名台还特地看了一下民情，满屏其实就是3样东西：逆反审美心理、低价好奇心，还有呢对一夜暴富的深层赞许和渴望。各位啊，他们嗨的不是神丑，是零代价的集体在场。他们花几十块钱买的也不是电影，而是一张收据，上面写着这个礼拜全网聊的最嗨的那件事，有我一个，我也在。这张收据呢，全世界最便宜，它不是票价，是参与的门槛等于0。你不需要懂动画，你不需要懂电影，你甚至根本都不需要喜欢电影院的氛围。不管是赞美还是嘲笑，这对本来就不想出名的母子呢，他都不会发律师函，也不会有粉丝团来围你，也不会有平台来限你的流。参与这次狂欢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。如果你说哎呀你这个不厚道啊，那谁管你啊，因为大家都在笑。所以人群啊不是被丑吸引的，丑只是一张标价签，它标的是入场费，标的越低，进来的人呢就越多。当然啊，这几天呢海外还多了一种说法，说这片子是纯手工，一帧 AI 都没用，说买票是在支持人类的手艺，是在反对满屏的 AI 垃圾。哇老简直是啊，这话它不是买票的理由好吗？这明显是买完票之后去云游了86分钟之后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。这顺序啊完全就反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先进场，进完场再找一个体面的说法。所以说啊，这种事情人们呢就是会给他配一个高尚的解释，不然自己那几十块的电影票钱和这1个多小时听起来就是如此的随便。更何况我还是说啊，2021年底的动画水平完全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当年譬如打个大西瓜、李献计、历险记、功夫兔、水脑袋、包强啊等等，这些都各自有各自的褒奖嘉许了。哦对了，还有一种说法，说这全是算法的锅，说推荐流专挑极端的往前排，说是短视频切片害的。这话听着还有点道理啊，老查差点信了。直到我发现这一条，老查呢带大家回到82年前看看，分享一下。1944年10月25日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，一位76岁的女士 Florence First Jenkins， 她开个人演唱会。其实呢，她从1912年起啊就开始举办独唱会了。她是因为极其糟糕的唱功，完全缺失的音准与节奏感呢而红极一时，被戏称为啊历史上最差的女高音，还有跑调天后。哈哈，1944年的卡内基啊是她第一次公开卖票，那天的票2个小时就卖光了，还有2000多人啊买不到票被挡在了门外。各位，1944年没有推荐流，没有短视频，没有一个工程师坐在那儿给你写排序，2个小时卖光。所以啊，算法不是原因，算法呢只是把这件事的速度从32年缩短到几天的时间。发动机它不是新装的，它只是换了个更快的档。那么说起那对母子的5年呢，起初啊也没人看得见，看不见代价就不会心疼，不心疼呢笑起来呢就没有成本。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的圈，
出了圈之后呢，这5年的工作又变成了新的宣传材料。我们来稍微看一眼过往啊。2016年的3月，一家小公司注册成立了。是的，你可能都已经知道了，叫大连景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做的可是室内外装潢，注册资本呢10万块人民币。2021年的7月5日，5年之后，这家公司改了名。网传是说那些年装修业务不景气，又有说呢是出于个人创作的追求。总之他把名字改成了大连景园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。法人还是同一个人，全资持股，公司的参保人数一个，就他自己。也就是那一年他开始做牛来。他原来呢学的是景观设计，设备是网上淘的二手过。是那时候是没有 AI， 但那时候的动画工具已经非常成熟了。钱呢是他母亲出的，一位60后拿出家里的积蓄撑了5年。导演自己在访谈里说片子能做出来是命好，命好占了9成9。所谓好命呢，就是这么一位母亲肯拿钱，还肯陪着儿子吵，陪着改。导演呢他还说，剧本刚开始那阵他差点就不想干了。2代人在价值观、在导向、在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上面全是分歧。但每一次吵完呢，最后都是他听他妈的。2024年片子过审了，中国经典的龙标编号电审动字2024年第23号。各位很多朋友有个误解觉得这个标志是最严厉的审查防火墙。毕竟呢，在中国什么都有机会可以拿来封杀。但其实呢，龙标不是这个审查呢，查的是内容合规，是技术安全。它呢不评价质量，粗糙不违规，难看不构成禁映的理由。然后呢就是发行方看完片劝他说，老哥别上院线了。但是他坚持，他说我辛辛苦苦做完了，就帮忙上一下吧。那发行方的老板呢跟他家呢正好是个熟人，说那行吧，我就帮你上一下吧。2026年8月5日裸映，前10天我们之前说了，全中国不到300张票。各位我们把这一串连起来看一次改名，一笔家里的积蓄，一台二手设备，一个熟人的忙，一张按规矩发下来的龙标，一场几乎没有排片的上映。这条流程本来会安安静静的走完，然后归档，成为这个时代洪流背景榜上的一个小小的像素点，并且呢谁也不会再知道了。它本来呢就该这样子的。可他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，又撞上了时代的大飞机。我们现在来说说这条曲线7700块人民币到3900万，从不到300张票到全国排片。各位我们新加坡的发行公司可不是中国网友他是一家做了23年的专业发行商他看到的不是那头蠢牛，他看到的是这条曲线。这条曲线证明了一件事，不需要宣发，不需要预告片，不需要质量，只需要一个够低的门槛和一个曾经想绝地消失的制作人。发行公司顿时就明白了，这条曲线可轻松复制，的东西它能赚钱。所以从签约那一刻起，丑又一次被定价了，它被打包，被译成6个语种，准备发往东南亚和东亚，跟2004年那张唱片是一模一样的动作。在中国那3900万是人群自己扔进去的，而到了海外，前面就已经站着一个专业的买家了。说到这儿，还有一件事老查必须处理一下。中国自己的新京报发了条评论，还是英国媒体给转的，意思是说这片子拉低了观众的预期，影院要是降低标准去放它，会失去观众的信任。他们还呼吁影院把好关，拒绝明显不达标的影片。这有一定道理但老查呢不完全同意这个，他要的是影院替观众关门。而老查的看法是你门是可以开着的，但我们自己得清楚，我们应该可以自己关上这道门。9月1日新加坡，各位，中国国内那些观众买的那张票说破天呢也就是个热闹。那时候没有卖方，那是一场哄抢，一场闹剧。但我们在新加坡性质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卖方已经先我们一步到位了。我们买的不仅仅是一张电影票，我们是在给那条曲线补一个数据点。这个数据点只说一句话，这个模式它出了中国它也成立，而它一旦成立，下一个被装屏的人就已经在路上了。各位还记得刚才我们聊的那个岔路口吗？孔庆祥那条路20万唱片，他赚的全是发行商推行的。威斯奥那条路呢，他自己下了场，跑了20年。而那对母子走哪条之前还没定，但现在决定的人里面有一个会是9月1号买票的你。所以老查这里很诚恳的说一句话，喧闹的中国网友们呢，
已经在中国给了这对母子他们该有的和超出的回报。老查也是真的希望这几千万人民币能让他们过去的这5年没有白活，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。也希望这对母子别在这场热闹里弄丢了自己。至于后面他们是走孔庆祥那条路还是威斯奥的那条路呢，我们也管不着。老查只希望新加坡的朋友们能守住自己的审美，是时候帮助这对母子停止这场近乎变态的神丑风暴，或许这是对他们的另外一种关爱吧。哦，对了，这算不算是一种数字化的进攻当然是他这不是在测试我们的大脑吗？开个玩笑这和数字化防御完全谈不上数字化的防御呢，它还有更任重道远的任务。我是查尔斯老查，这里是摸石过河，让我们下一期接着聊。